北京市一幢办公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，一个漂亮的女人看手机，手机屏幕上正在现场直播她家里的情况。就见小保姆从厨房出来，进了婴儿房，在婴儿房观察了一下，确认孩子还在熟睡之后，扭身走出屋子，然后向右一拐，上了楼梯，顺楼梯就爬上2楼。她家的房子是跃层的结构，2层是书房以及她和丈夫的卧室，平时保姆是绝对不能上去的，也从来没有上去过。可现在这小保姆竟然就在她眼皮子底下爬上2楼，不对，确切的说是在摄像头的底下爬上2楼，而且现在她的丈夫还正在卧室休息。这个女人名叫顾小红，是这家上市公司的总经理。现在看到家里这种情况，顾小红是1秒钟也待不下去了。家里的摄像头都是她偷偷安装在了隐蔽之处，整个1层无死角监控。现在顾小红最后悔的就是没在2层也装上摄像头。不过真要是那样，现在这现场直播她也看不下去，她要马上回家。可站起身朝门口走了2步，她又站住了。职业责任告诉顾小红，她不能走，因为10分钟之后董事长就要来她这里谈一件关乎到公司前途和命运的事情。怎么办？顾小红掏出手机给丈夫打电话，可电话通了之后，对方一直没有接听，她就再打，一共打了7、8遍，她的丈夫始终是没有接听。正在顾小红满头冒火，举起手机要摔到地上，然后不顾一切赶回家去的时候，董事长推门进屋。小红，怎么了这是？是我来晚了，你着急了吗？我可没有迟到呀。董事长，是这样，我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。哦，难怪，那你先回家处理家里的事儿，等心平气和的时候咱俩再谈。去吧，快去吧。顾小红开着车急匆匆往家里赶，集中出错，在一个红绿灯路口追尾了一辆红色私家车，对方也是一个女司机。顾小红想赔点钱私了，于是就说：这位大姐，你说吧，我赔你多少钱？女司机一听就不乐意了，你管谁叫大姐呢？我可比你年轻啊，看看你的样子很有钱是吧？有钱了不起吗？顾小红哪有时间跟他多废话，从包里抽出10张100元大钞，说：你的车就蹭掉1.7，这些钱肯定够了，我着急赶路，咱们再见吧啊！女司机更生气了，把顾小红握钱的手往外一推，然后掏出手机就拨打了事故报警电话。事故不大，但是严重堵塞了交通。20分钟之后，2辆小轿车全被事故拖车给拖走了。顾小红这个气呀！不过她现在顾不上在这儿较劲，她抬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火速赶奔家中。到家一看，小保姆正在婴儿房给她儿子喂奶粉呢。春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保姆名叫孟春花。孟春花听女主人忽然这么一问，就赶忙支吾着回答说：顾姐，现在正是该喂奶的时间，所以我在给孩子喂奶粉。顾小红没等孟春花把话说完，扭身蹭蹭蹭就上了2楼。进卧室一看，丈夫在床上呼呼大睡。顾小红上前就检查身体。丈夫从梦中惊醒：你干嘛？顾小红，你要干嘛？我看看你干没干坏事。顾小红的丈夫名叫朱秀才，此刻他非常生气，真想骂人，可又一想自己好歹也是个大学副教授，不能失了风度，于是就尽量心平气和。小红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最近上那个万家讲坛很累的，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休息，你能不能让我睡一个完整的觉啊？顾小红在朱秀才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之处，
便又跑下楼去，扯着保姆孟春花就要检查身体。孟春花死活不肯。顾姐，您这是侵犯个人隐私，你没有权利检查我的身体。你不让我看，就说明有问题。要不你就直接交代，说刚才你上楼干什么了？你跟朱秀才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血口喷人啊？我没上楼，更没跟朱先生做什么。那就快让我检查，如果身上没有问题，你为什么不敢让我看？就这样争执了有20多分钟，小保姆孟春花实在没话说了，就捂着脸哭着跑出了顾小红的家，留下余怒未消的顾小红站在婴儿房的门口，身后的婴儿车里，他的儿子在哇哇大哭。孟春花是这半年来被顾小红赶走的第7位保姆了。顾小红跟朱秀才各自的工作都很忙，家里没有保姆是一天也过不下去的。所以第2天顾小红马不停蹄，坐着出租车跑了一整天，找了10几家家政公司，也没有看上一个合适的保姆。回到家，丈夫朱秀才正在手忙脚乱地给儿子换尿布，看到妻子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就知道保姆没找着。小红啊，你先别急，我跟电视台打过招呼了，节目组安排我休息1周，下个礼拜再录下一期节目。这7天之内你能找到保姆就行。明天还是先处理交通事故的事儿，把你那车要回来再说吧。上午，顾小红和董事长谈了3个小时，初步拟定了一份整体规划。下午，他跟被追尾的女车主取得联系，约好到交警大队见面。有点奇怪的是，这位女车主竟然跟刚被他赶走的小保姆重名重姓，也叫孟春花。更神奇的是，等到了交警大队，发现女车主孟春花身边跟着个留长发的小伙子，很像小保姆孟春花。仔细一看，还真就是他。顾小红吃惊不小，你是男的？原来啊，这小伙子本名叫孟春生，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在家乡无所事事，就被父母赶到了在北京的姐姐孟春花身边，让他找个地方打工。可是孟春生身材矮小瘦弱，好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最后他姐姐孟春花就灵机一动，借着弟弟长相和说话声音都很女性化的特点，就让他用自己的身份证参加了保姆培训，之后就被分到了顾小红家当保姆。孟春生知道男主人朱秀才是一位大学副教授，那天他忽然就想问一问，像自己这种情况，怎样才能够补习文化知识？可上楼梯走到一半，他猛然想起来自己现在是男扮女装，诸多不方便，于是就扭头又下楼了。而顾小红只看到了孟春生上楼，便开始火冒三丈，乱了方寸，根本就没有看到孟春生下楼，这才有了后来发生的误会。事情的前因后果弄清楚之后，顾小红决定请孟春生再回去自己家继续当保姆。他说，虽然你是男生，但是照顾孩子还是很令我满意的，希望你能答应。一开始孟春生有点不乐意，后来他姐就劝他说，去吧，通过接触，我发现这位顾大姐心眼不坏，你就去吧，小弟。等顾小红带着穿男装的孟春生回到家的时候，朱秀才差点没惊掉下巴。虽然还是原来这位保姆，可一下子换了性别，朱秀才觉得挺别扭的。但是为了夫妻俩都能够安心出去工作，他也就只好同意了。